欢迎来到米卡世界。今天我要带你去到一个很有历史性又充满大自然的地方。会是什么地方呢？到了那边再告诉你吧。首先从武江小山车站搭普通电车出发，我们的目的地是横须贺车站。你看，那个是军事用的船吗？没错，看到这些也就意味着我们抵达到目的地了。我们现在到的地方叫做横须贺市，是位于日本神奈川县南东部三浦半岛的一个城市。由于横须贺是处于东京湾的入口，所以这里也算是一个繁荣的军港都市。军港都市，那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就是，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人都是军人呢？有可能哦。而且因为是军港都市，所以这里的海军咖喱和海军汉堡包非常的出名哦。好想吃哦。但是首先带你去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吧。好吧。抵达到这个叫做三立公园 （Mikasa 公園）的地方了。三立 Mikasa 跟《进击的巨人》里的 Mikasa 有关系吗？完全没关系。不过我们要去的地方必须要经过这里。好吧，我白高兴一场，我以为会跟《进击的巨人》有关系呢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了。无人岛、原岛，而且要坐船。没错。我们现在去购买船票和入园票吧。在哪里买船票呢？就在入船口的对面 Mikasa Terminal 里面购买。来回船票和入园票全部加起来是2000日元，而且我们也买了原岛的预注印。我们买好票后，就在入船口排队等待进入船内。可以进入船了。进到船里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寻找自己喜欢的位置了。你看，前面的那座岛就是原岛了。感觉好靠近哦。坐船需要多久的时间才会到呢？大约10分钟，而且从9点半开始，每小时会有一班去往的船。回程的船则是从9点45分开始，每小时一班。另外，夏季时段会比冬季多一个班次。我们抵达到原岛了，感觉好像是小型的度假岛一样。外面看过去是这样，但是进到里面又是不一样的感觉了。你看，那边的石头上有鸟在上面休息。是啊，而且石头的形状很像乌龟的头。没错，而且远看很像宝可梦里的土台龟。在这里除了可以感受历史的痕迹以外，也可以在这里的沙铁之滨烤肉。这里有提供租借烤肉器具，但是材料需自行准备。如果想玩水，建议不要去，因为海里有水母在，一不小心就有可能会生命危险哦。难怪都没看到有人去玩水。本来我们想自行探险，结果在要去之前被导览员问要不要参加原岛探险导览。一人600日元，除了可以更了解原岛以外，
还有一些地方是只有跟着导览员才能进去到的地方。没错。结果因为好奇以及可以去到别人都进不到的地方，我们就答应参加了。对了，要听得懂日文才可以参加哦，因为导览员都是说日文的。首先，导览员先带我们看这个有烟囱的建筑物。没错，据导览员说，这是明治时代建造的发电厂，在那个时代是用煤炭进行发电的，而这个发电厂在当时供应了整座岛的电。据说为了不被敌人发现，烟囱被构造得很低。现在虽然有在供应电，但是没有用煤炭，而是用现今的科技技术来供电的哦。之后我们上到了上坡道，来到了这里。从这里开始是明治时代的砖砌要塞区域。据导览员说，在继续前进之前，要关注左侧的墙壁，会发现到有无数的凹痕，这些都是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留下来的子弹痕迹。我们来到了用红砖砌的2间兵舍和弹药库，导览员开门让我们进去参观以前士兵们休息的地方。据说建造兵舍时，为了不从外面看起来很显眼，就在岩壁上挖了一个横洞，建造了房间，所以就只有入口2侧有窗户而已。还有意外的是，士兵们睡的不是床，而是榻榻米哦。而弹药库就是放弹药的地方了，里面最为震撼的地方就是房间的角落，有一个内径98厘米的圆筒状的凹孔。这个是洋弹井的遗迹，据说是用滑轮吊起炮弹，再输送到上面的炮台。这个地方是在石砖的凹槽处，周围是用砖砌成的。导览员说这里是当时的厕所，右边是小，左边是大。据导览员说，当时只有派驻男生到岛上，所有厕所设计也非常简单，也没有门板，但是当时的厕所是有屋顶的。这个地方，导览员说这里也是厕所。没错，据说是上大号使用的地方。据导览员说，现在我们走的这条木质人行道是为了方便游客行走而设定的。没错，在这个空间有展示了以前的行走道路，看过去好像是很难走的道路，好佩服以前在这里生活的士兵能每天都行走或者奔跑这样的道路。我们来到了一个被称为爱的隧道，愛のトンネル。据说这里是作为日本最古老的建筑物之一的砖砌隧道。这个隧道里设定了旧军司令部的遗迹和弹药库，可惜的是因为老化原因不能进入观看。据说这个隧道会叫爱的隧道，是因为这里实际上很黑，但情侣一起走的话，会因为黑暗而不知不觉地挤在一起。据导览员介绍说，原岛的石砖建筑其实有2种建造法，为英式及法式。起初建造时采用法式建造法，各层石砖分别以长短边来堆叠，虽然外形较为美观，但无法抵抗自然天灾，所以在后期改用较坚固的英式建造法，来抵抗岛上的自然天灾。另外有趣的是，在隧道中可以看见许多颜色深浅不一的石砖，虽然看起来颇有艺术美，但导览人员说这些其实在当时都是制造失败的石砖，不过从现代来看也算是一种意外的美丽呢。而且也是日本全国现存4栋之一的建筑物，相当的珍贵。我们出来隧道后，来到了一个宽阔又明亮的地方，这里超级的漂亮，而且导览员还帮我们拍照。过后导览员就带我们参观炮台遗址了。参观完炮台遗址后，导览员带我们来到了お芋の花工場。没错，这里的风景非常的优美漂亮，但是也是跟导览员告别的时候了。但在告别前，导览员给我们看了几张的吸铁图片，和给我们每个人小礼物。导览员说，这些铁沙都是来自原岛的沙滩，但其他地区的沙滩没有这种特质，还有沙的颜色呈现于黑褐色而不是褐色，主要的原因在于地区的地质构造和环境特点。原岛地处东京湾，附近有相当多的海洋沉积物，其中包括来自陆地的矿石和沙土。这些矿石中含有铁成分，并且由于海浪和潮汐等自然作用，矿石中的铁分会逐渐风化、磨碎，形成微小的颗粒，最终形成了铁沙。因此，原岛的沙子呈现出铁质的特性，这也是当地独特的地质景观之一。我有点好奇，为什么这里会叫做原岛，而且走了那么久都没有看到猴子的踪影。据说原岛的源自来自一个传说故事，传说有一位僧人叫做日莲上人，
他在乘船渡海时不幸碰上狂风暴雨，也迷失了方向。在危急之时，出现了一只雪白色的猿猴，引领他来到这座小岛上避难，也救了他。自此，这里就被称作猿岛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刚好走完下来，船就来了。那我们回去吧。感谢大家的收看。记得按赞、按订阅，以及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下一部影片了。